游戏人生原作是咋完结的呢？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它压根儿就没有完结。好，本期视频就此杀青。好吧，我还是细说一下吧。首先，该作是由贾公佑老师于2012年开始在角川集团旗下的 MF 文库 G 上连载的轻小说作品，连载至今已经发行了12卷正篇故事和1卷番外篇故事。我在之前的失踪机关之星的视频中就有聊到过，贾公佑老师因为身患癌症，虽然动了手术，命保住了，但是贾老师身体一直是欠佳的状态，这就导致《游戏人生》这个作品连载到2018年第10卷的时候，中间跳票了足足3年，直到2021年才正式恢复更新，所以这个作品至今一直迟迟没能完结。我们2014年看到的12集TV动画版和2017年看到的剧场版动画，正好翻拍完了小说的前3卷和第6卷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现在这个作品已经出到了第12卷，可这个小说内容设定复杂，伏笔众多，所以只做1期，就显得不太尊重这个作品了。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我打算接在动画之后，从第4卷开始，一卷一卷进行讲解。还望喜欢这部作品的观众老爷们能被这个视频提起去补原作的兴趣，又因为要做的期数比较长，还望各位观众老爷们能够一键3连，点个关注，方便以后查阅。在讲第4卷前，为了说的时候不会凌乱，这里稍微说一下故事中的基础设定，帮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动画及剧场版的内容。首先，男女主角空与白所被传送到的这个异世界，实际拥有16个种族，如视频所示，其中排名前6的这6个种族，其拥有的魔法能力已经近似于神，所以被称之为生命，而不是被称之为生物。这6个种族里面，有的是祈祷的愿望而诞生的，有的种族则是更上层的种族靠能力制造出来的，而后10个种族有的是创世神所创造，有的则是上位种族的能力所创造的有缺陷的种族。剧场版中我们得知了，在6000年前，这个星球一直持续着各种族之间的大战，最后是由排名最后的人类的种族领袖里克及其妻子基凯种的修比共同努力之下结束了1000年战争，并由里克的愿望所祈祷而诞生的唯一神丁公理会游戏之神特图重新制定了这个世界新的秩序，让各种族以游戏的方式决定生存的方式及资源的分配模式。但这个模式并不完美，也没有多少人理解特图真实的意图。直到1000年之后，异界的空白兄妹俩无意间在国际象棋的比赛中战胜了游戏之神之后，作为回报，游戏之神让游戏无败绩的空白2兄妹穿越到了这个叫迪斯伯德的异世界，让他们享受如同游戏一般的异世界的生活，以攻略16个种族后达到能够跟唯一神终极对决的目标，让空白兄妹俩展开了异界冒险之旅。TV 动画版只播到了小说的第3卷，正好演完了，攻略完兽人种，让兽人种加入到了人类联邦这里。此时兽人种的一刚一爷爷孙俩和兽人的巫女都成为了主角空白兄妹俩的同伴。在这之后就来到了第4卷的内容。首先，在动画的剧情之后，男主和其妹妹已经来到这个异界2个多月了，所以男主空此时想像一个男人一样奖励自己学名搓摇杆儿。各位懂我的意思吧？结果男主动作太大，把自己的妹妹都给吵醒了，而之前聚集起来的那些同伴也第一时间听到动静，跑到了男主的房间里，搞得男主直呼：“哎呀，这个异世界是一点隐私都不给呀！”但这时候男主却发现，这个屋子里面多出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藏匿在角落处。而这个人见自己被发现了以后，也不再藏匿，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向男主介绍自己。原来这人正是排名第12的种族吸血种的一员，其名布拉姆。但是还没介绍完呢，布拉姆就昏倒在地，奄奄一息了。原来吸血种这个种族天生拥有很强的迷幻能力，甚至能够躲避坏异种的侦查。但吸血种必须吸别人的血或者体液，摄取他人的灵魂后才能生存和使用魔法。可游戏神设定下了10条盟约后，导致吸血种在别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吸他人的血，这就导致这整个种族活得极其艰难。而眼前的布拉姆更是因为缺少灵魂的汲取，生命垂危。然而男主听闻这个种族要吸取别人的液体灵魂，摇杆儿，我来！好在男主的妹妹白及时拦住了男主没有做出公口的事情，而白则用自己揪把上的汗水暂时救活了布拉姆。
就丘巴上为什么会有汗水？等布拉姆醒来以后，布拉姆再次寻求男主的帮助，希望男主能够拯救他们吸血种，提供活下去的希望。然后男主兴奋地说：“你们种族的设定太过攻口了啊，就一口回绝了，不打算帮忙了。”好在布拉姆死缠烂打之下，男主他们最终才耐下性来去听闻布拉姆来寻求帮助的真实原因。原来被吸血种吸过血的人灵魂会不完整，导致没法晒太阳，晒了太阳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别的种族压根儿就不肯帮吸血种。但这里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排名第15的海栖种。原来海栖种生活在海里，不怕被吸血后无法晒太阳这种问题。另一方面，海栖种只有女性，繁衍可以靠别的种族的男性结合才行，可海栖种人均榨汁机啊，所以谁来结合谁就会被榨干的那种，这就导致海栖种也不招别的种族待见。于是海栖种和吸血种为了族群的繁衍，决定办一个假的比赛，用平局的方式签订契约，让海栖种提供血液拯救吸血种，而吸血种则提供魅惑的能力吸引别的种族帮海栖种繁衍。结果签契约的比赛过程中，海栖种耍诈赢了比赛，这就导致吸血种单方面成了海栖种的奴役，要不停的给海栖种提供男性支持他们繁衍。同时吸血种还被要求只能吸自己主人种族海栖种的血。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吸血种最终被榨干到只剩下1名男性了，整个族群被逼到了灭绝的边缘。更要命的是，海栖种这种族的人均阿库亚都没有想到过，如果吸血种就这样灭亡了，就不会再有男性愿意和他们海栖种繁衍后代，海栖种那也是必然会灭绝的。现如今唯一的曙光是海栖种中能被奉为女王的个体，女王是海栖种中唯一不会榨干男性就能繁衍后代的存在。但不幸的是，现在海栖种的女王小时候读童话书读入魔了，让自己陷入了长期冬眠的状态，并且这个女王曾向盟约起誓，在能让我醒来的王子出现之前，我不会醒来。布拉姆认为，只要有人能让女王喜欢上，并将她从梦中唤醒，就能拥有她的一切。不过这里布拉姆在向众人解释的时候，故意没有说的地方是，唤醒女王的人也将得到海栖种的一切。本来吸血种为了唤醒女王，将女王的梦境用自己的能力给改造成了恋爱游戏的游戏世界，但始终没人能在梦中让女王爱上自己，从而唤醒女王。所以布拉姆请求男主去参与攻略唤醒女王的游戏。作为了让男主帮忙的筹码，布拉姆已经说服了海栖种，如果男主唤醒了女王，海栖种愿意缔结永远的友好盟约，并提供3成海底资源。同时布拉姆也愿意随男主他们如何使用啊。男主毕竟是个正人君子嘛，听完这句话以后，男主立马就想要去拯救这2个种族了。但是妹妹白提醒男主，这个拯救女王的游戏是几乎接近现实的恋爱游戏哦。男主听完这话以后表示，空白的字典里面没有败北，所以男主再次拒绝了布拉姆啊，并且是那种散发着霸气向布拉姆他们宣布空白是最强的玩家，但现实里是有沟通障碍的阿宅，根本不会恋爱啊，气势磅礴的那个状态说出来这些东西的。眼见男主他们又要拒绝帮忙，布拉姆就掏出了杀手锏，向众人展示了只要摸到对方的胸部就能让对方爱上自己的魔法，让一旁的兽人族的巫女爱上了男主啊。实际上布拉姆利用吸血种的能力开发出了一种情绪替换魔法，将巫女对他人的厌恶情绪给替换成了爱一个人的情绪，这就导致巫女是一脸嫌弃的表情对男主说出各种爱的话语，然后男主表现的越是恶心啊，巫女就会越爱的深沉。这么看来，布拉姆早已拥有了绕开盟约限制的外挂魔法，但不幸的是，布拉姆没办法用自己的魔法对自己使用，毕竟他还是一个未成年，这个魔法只能对有生育能力的人使用才能达到效果。而既然有了外挂，赢的条件又很不错，所以男主一合计有利可图，便同意参与让女王醒来的游戏。但是男主决定多带一些人共同挑战，一起去参与让女王醒来的游戏。布拉姆的魔法仅作为最终手段，最后再去使用。而一起参与这次唤醒女王挑战的人包括了主角团及兽人老爷子一野啊，不用怀疑啊，这个一野老爷子甚至是这次攻略的主力，因为这个老爷子光娶老婆就娶了2位数那么多，人送外号地狱怪兽。但海栖种所在的城市都是在海底的，布拉姆又作为吸血种是不能晒太阳的，所以布拉姆跟海栖种约定好了，晚上12点让海栖种开船来接主角团他们，并且由布拉姆来提供魔法，帮助主角团他们可以在海底呼吸。但不知道为什么啊，男主却非要在大白天让史蒂夫做了一大堆泳衣，带着大家跑去海边玩水去了，还非逼着布拉姆一起来玩，搞得布拉姆只敢躲在箱子里面不敢出来，不然晒到太阳他是必死无疑啊。而玩水的时候，兽人
人族的巫女还和主角团的天翼种的吉普利尔在海里越玩越兴奋，最终玩起了夺泳衣大战啊！好家伙，那个画面啊，逼到巫女展开了技能血换，跟吉普利尔打了个昏天暗地，就为了抢回泳衣。虽然整个画面大家显得其乐融融，享受着玩水的快乐，不过很快男主就说玩腻了。布拉姆躲在旁边的箱子里面疯狂吐槽，不是说好了半夜12点才来船吗？你大中午跑来玩水，肯定会玩累啊。但是男主也没有理会布拉姆说的这些话，反而男主直接叫吉普利尔把海水给他劈开。布拉姆跟史蒂夫都被这句话给吓傻了，心说男主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可吉普利尔根本就不管别人的诧异，直接用出了自己5%的力量，把海水一劈两半。看到了海底城市后，吉普利尔直接用空间转移魔法，大白天的就带着大家去到了海底城市。吉普利尔还顺带的把200公里内的空气一起带到了海底。按理来说啊，这么鲁莽的行为，最后海水倒灌的时候，甚至会引发海底海啸。史蒂夫惊呼完蛋了，引发这么大的灾难，海七总肯定会非常生气的拒绝男主他们啊。结果海七总不仅没嫌弃男主他们，还夹道欢迎，甚至女王的代理人亲自带队跳起了欢迎舞蹈，来伺候主角团前往女王的寝宫。布拉姆此时呢，也是没有力气去吐槽男主他们的行为了。最后吉普利尔撤去了带来的空气空间，让布拉姆提供了在海底呼吸的魔法，而布拉姆则因为魔法使用过度，借故暂时离开，去吸了一点海七总的血来补充能量。等他再次回来跟主角团会合的时候，众人已经来到了女王所在的寝宫。很奇怪的是，在男女主空白兄妹的眼中，这个女王啊就是个30多岁的中年熟女，可史蒂夫、伊野老爷子甚至吉普利尔都觉得这是个大美人啊。好在吉普利尔很快就恢复了理性，跟男主分析到，可能是水七总自身在水里就拥有水精灵的加护，带有很强的魅惑能力，导致他人很容易在海里就爱上这些水七总。也就是说，攻略女王最大的难点恐怕是在攻略女王前，自己就很容易深陷其中，先被女王给迷惑住了。不过空白是异世界的人，灵魂不受这个世界的蛊惑，所以才能避免这个能力的干涉。有了这些胜算的把握之后，空白他们带着所有人加入到了唤醒女王的游戏之中。不过因为是盟约游戏，参与者都要对等的赌上自己的一切，空白胸有成竹的不在意这些。进入恋爱游戏以后，主角团他们很快就在这个类似于日本校园的世界里看到了穿着水手服的海七总的女王，但空白兄妹总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女王纯粹就是中年女人装嫩，硬是穿学生装，给人搞出一种违和感。不过其他的人倒是依旧觉得这个女王美若天仙。而男主和妹妹进入游戏以后，并没有急于展开追求女王的攻势，而是选择别的选项去提升什么学习之类，去享受游戏的过程。只有伊野老爷子第一时间冲到了校门口，以土下座的方式大吼着对女王说，拜托你，请你和我共度热情的一晚吧。这换任何一个人都会第一时间被吓跑了，女王也不例外。但是伊野老爷子并没有放弃，他抓住了女王的手，并大吼道，我想让你知道我胸口的心跳，我胯下的火热，我身体虽老，但就算赌上性命，我也一定会满足你的。这哪是什么30个老婆的情场老手，这分明就是个禽兽啊！很明显，伊野老爷子再一次被拒绝，没能攻略女王成功。而很神奇的是，男主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行动，就这样在游戏的世界里面连续40天都在游戏里面收集情报，或者选择游玩其他的内容，一直没有攻略女王。只有伊野老爷子跪在校门口40天，始终期待着以这种方式打动女王的心。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40天的时候，女王终于动容，径直的走到了校门口，对伊野老爷子悄悄的说道，我们是不可能的。这回伊野老爷子是彻底上头了，他也不管什么攻略不攻略，当场选择使用了布拉姆之前给众人准备的外挂魔法。结果魔法使用之后，不仅没能让女王爱上伊野老爷子，反而因为魔法奏效的前提条件需要袭胸，造成了骚扰事件，使得伊野老爷子提前成为了游戏的失败者，强行被退出了游戏。一下子主角团开始躁动了起来。为了打消大家恐惧以及对魔法的质疑，布拉姆
跳出来解释，说海七总是为了让大家唤醒女王而支持大家参与游戏的，所以就算游戏失败了也没有事，只要再继续游戏，赢了比赛就可以了。未来海七总会归还大家失去的权利的。结果这时候男主的眼神突然犀利了起来，原来男主等的就是这一刻。男主直言道：没有第二次了，我们已经赢了。说完，男主就叫吉普利尔动手，而吉普利尔直接破坏了吸血种所创造的这个梦中游戏空间，直接在游戏没有输赢的情况之下，让男主他们重新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原来男主早就发现了这个游戏设计时有一个漏洞，就是规则里没有定下中途在没有输赢的情况下不能退出游戏啊，所以只要破坏游戏世界，离开梦中，就可以既不赢也不输的安全离开。还记得之前说的吗？吉普利尔将方圆200公里的空气都给带到水里这件事吗？其实之前吉普利尔只是暂时的把空气给压缩藏了起来，此时吉普利尔把空气又重新恢复在了这个海底的寝宫之中，让主角团他们不再受吸血种的魔法制约，同样可以呼吸到空气。原来男主根本就没有彻底信任过这个布拉姆。此前男主他们在海边戏水打闹的时候，就是在试探空气能不能在被压缩的情况下藏在兽人族的身边。如果没有这个空气存在，兽人种的能力很有可能在水中无法正常发挥，同时也有可能被布拉姆的魔法给限制住。只要空气存在，兽人族就可以使用自己的血坏技能，就能听到别人的心跳声，从而判断对方是否在撒谎。所以男主从一开始就防了一手。而在布拉姆来寻求男主帮助的时候，虽然兽人族没能听出布拉姆撒谎的心跳声，但是男主已经察觉到布拉姆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攻略女王的游戏是个双层陷阱，布拉姆确实是要救助自己的族人，但布拉姆并没有说赢得这场比赛。海七种所赌上的对等代价是海七种的一切都会归于赢家，这就意味着本来吸血种因为盟约的原因成为了海七种的奴役，只能吸海七种的血，但一旦人类赢了海七种，能被吸血种吸血的权利，人类也同样会继承下来，那么吸血种就多了一个种族可以吸血的权利，就不会再受海七种这一个种群的限制。所以布拉姆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出卖海七种而去，自然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假话。但布拉姆算漏了一点，海七种之所以愿意帮布拉姆，是因为海七种也隐瞒了想要唤醒女王的关键并不是让女王爱上人，所以只要参与游戏，方向搞错了就不可能赢得游戏。最后作为拿人类和兽人种未来来做赌注的男主，他们还是会彻底输掉比赛，这样人类也将成为海七种的奴役。所以海七种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自己会输，而男主早就看透了这个游戏的缺陷，只要离开了游戏不继续参与，就没有输赢这一说。正是因为在游戏过程中布拉姆急切的行为露出了撒谎的破绽，给男主找到了确切的证据，于是男主破坏了游戏的本身，这样布拉姆用魔法作弊这件事儿一旦被知晓，必然会遭到海七种的报复，最后吸血种男丁一定会被榨干，吸血种必然灭亡。而海七种榨干吸血种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得到新的延续子孙的方法，也必将走向灭亡。所以男主向大家说完真相以后，男主和妹妹就去找厕所撒尿去了。按理说男主现在只要放着不管，就已经是一个必赢的局面了，但是一野老爷子已经成为了海七种的奴役，显然一野老爷子在海七种的手里算是活不长了。所以史蒂夫跑来找要离开这里的男主，一顿痛骂，怒斥男主竟然要丢下一野老爷子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男主却笑着告诉史蒂夫，空白的字典里没有败北，男主从来不会违背诺言。所以男主并没有说要放弃对海七种和吸血种的攻略的游戏，只是现在男主要让史蒂夫先回去人类的国度，找先王留下来攻略海七种的线索，而男主他则要带领剩下的人前往天翼种的国度阿邦特，寻找攻略的关键钥匙。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要了命了！这期视频我还只说了小说的第4卷这一卷故事内容，我靠，这还有第5、第7、第8、第9、第10、第11、12、7卷呐！各位点个关注和收藏，耐心等一下吧，这个做起来是真费劲啊，崩溃了。